相信生命有一种力量，不放弃的心，勇敢飞翔，迎着风就飞得更远，顶着烈日更显坚强。我看见未来的光芒，我会守护在你的身旁，倾听你的欢喜与悲伤，点亮每颗沉睡的星星，抬起头与你分享。我会陪着你一起成长，给你一个依靠的肩膀，站在太阳升起的地方，迎接第一道曙光。我会守护在你的身旁，倾听你的欢喜与悲伤，点亮每颗沉睡的星星，抬起头与你分享。我会陪着你一起成长，给你一个依靠的肩膀，站在太阳升起的地方，迎接第一道曙光。院长，我想建议上层为医院添购 PAS 系统，而且 PAS 可以减少护士的工作量哦，他们不需要为调片子跑来跑去。哎，潘医师，听说洪运孙的布拉斯今天要出院。是啊。哎，这次潘医师帮他动手术，短4天就出院了，真不简单。是不是要请国勋发个新闻稿宣传一下？不要讲，谢人家老人家身体好。后天我有一个案子还要推。哦，什么 PAS。哦，是哦。今天会议就到这边为止，大家加油，谢谢大家。那我就先离开了。好，您请吧。等一下，你的建议，我回去之后会好好的研究之后呢，再报上层。院长，你认为 PAS 可行性如何 PAS 是一个现代医院应该要具有的一个设备。我当然也希望说，关山分院呢能够跟总院来连线，来提高医疗的水准。不过，我知道预算上有困难，可是我会往上呈报，一定会尽量的来争取。谢谢院长。我真的是很惭愧，我身兼关山、玉里2分院的院长，有很多的事情呢都没有办法顾得很周全。这些有很多事情你都要多多的担待一下了。我也是医院的医务主任，我也责任提升医院的医疗品质。我知道你很拼，24小时全天候待命，甚至连放假都在医院附近守着。你最近还帮一个将近120岁的老人家手术成功，这件事情让我们医院全体的员工都感到非常自豪，而且非常的振奋。不过，我还是忍不住要劝你一下，人的体力毕竟还是有限的，你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了。实在撑不住的案子，你就转诊。你是一员大将，我可不愿意就这么样子把这一员大将给折损掉了啊！知道了，院长。院长先走。好，慢走。
猜你可能在忙，不方便接电话，所以 email 给你。你离开台北的第3天，医生就将小黄，现在应该叫小潘黄，进行植入了。正常做法是应该在母体外先培养几天才植入的，但因为有一个已经提早投降，医生担心其他3个也撑不久，于是决定立刻植入，一共植入4个胚胎。好消息是，医生说胚胎品质不错，希望能顺利着床。植入那天，我在医院平躺了4个钟头，4个钟头里至少有4000个念头闪过我的脑子，但这些念头都不外乎怀孕或没有怀孕。这时候，我除了相信医学，我也祈求上天眷顾我，让我成全做母亲的心愿。来，喝碗汤。又1碗啊！种田要施肥，种豆也要浇水，种胎当然也要把小孩的床填得饱饱满满的啊，这样小孩才睡得安稳啊。好啦好啦，喝啦。不管怎么样，总算植入了。现在只需要补充黄体素，还有 HCG， 一直到2周后验孕放榜。等放榜是最难熬的，以前成绩不错尚且紧张，现在体质差更是忐忑。既然不必再天天回诊，我已经决定先回关山，与你一起等待 ，Helen。知道，我马上过来。辛苦了哈。 我是骑脚踏车撞到了，以为没怎么样，在家里休息2、3个小时，结果就越来越肿，越来越痛，痛到受不了。好，我跟你说哈，你这是腔室症候群了。这个地方遭到撞击，肿了起来，然后肌肉缺氧，压迫到动脉。我刚才处理了，否则腔室的压力上升的话，组织会坏死，严重的话需要截肢哦。啊！要截肢？我所说的马上处理，就是赶快动手术，替他减压。我马上去帮他们办转院。转院？为什么？哦，我们医院的麻醉师刚好到玉里分院去支援，实在是人手不够了。可是他的手术我刚才说过了，必须马上做，不能拖。还是建议你们转院吧。转院？要我转去哪里？转去哪里不都一样拖时间吗？ 万一耽误了时间，那这条腿不就完了？潘医师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潘医师，你一定要救救他啦！拜托你，他还那么年轻，不能没有腿。
事实上，小腿筋膜切开手术，如果能忍痛的话，局部麻醉也可以啊。如果他愿意。拍是。怎么了？潘医师，我不得不劝你不要动这个手术。局部麻醉不需要麻醉师啊。话是这样没错啊，麻醉师不在，大家都以为不会有手术，所以陈才被派到台东领血袋，所以只剩你跟阿忠2个。可以啊，我跟阿忠就够啦。这手术难度不高啊，抓紧时间做就 OK 了。局部麻醉我自己来就可以了，再给我一个流动护士就 OK 了。流动护士请假。啊？那 ICU 呢？on-call 护士是谁？花妹，可是她没进过开刀房哦。哦，开刀比较重要吧？哈，每人都有第一次啊，没关系啊。潘医师，真的不用勉强，不能动这手术又不是我们的错。海痛很厉害吗？很痛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还是请你们转院了。看去台东还是玉里，我帮你安排。关山医院在这里，不就是为了急救病人吗？为什么不能帮我们做，还要转送到其他地方呢？很不巧哈，我们今天能做的真的有限了。可是潘医师，我刚才听到你说我的手术局部麻醉就有人能做，不是吗？没错了。那你能做吗？我能啊。那请帮我开刀好吗？转到其他医院，也只会耽误我病情。我要留在这里开刀，就算痛我也能忍。潘医师，拜托啦！如果你们能信任我的话，哈，我当然信任你啊！红叶村有一个120岁的老人，也是你动的刀。我早上还看他在散步，我当然相信你啊！潘医师，拜托你。好，你们签下同意书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好啊好啊。叫阿忠下来推病人啊！还有，这里有事的话，call钟医师，记得叫花妹啊。潘医师，谢谢你。潘医师，谢谢。我的儿子也够可爱的，我每天出门上班都舍不得离开他，回到家要看他又睡着了。我常在想，现在是还小，渐渐开始要识字要教育，到时候能不能像现在工作时间这么长？你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？哦，拜托，你千万不要去想什么离职或是做 part time 的事情，这里的流动率已经太高了，根本少不了你这个灵魂人物，不要乱跑哦。哎，你看潘医师那么拼，就是因为没有小孩的牵挂啊。谁说没小孩就没有牵挂啊？没小孩也有牵挂啊。嗯，就是没小孩的牵挂嘛。神经。花妹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急诊那边找半天找不到你啊！找我？我才刚要下班哎。下班还是要值班啊！走啊，跟我去开刀。开刀？潘医师，我没有进过开刀房啦。你没进过没关系，我进过就好了。赶快换衣服。潘医师，可是我连刷手都不会哎。不要，你不需要杀手，我只是需要一个流动护士，像是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拿血袋啊，请求支援，做这些就好了。潘医师，你之前帮那119岁的护老师开刀已经够大胆了，现在你让我进开刀房，你真的越来越离谱了耶。OK， 冷静，不离谱，你只做我叫你做什么做什么，帮忙而已。OK。可是术业有专攻，人不是万能的，我做不到啦。我不要你万能啊！喂，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小？
我只要你帮忙，这个手术很简单，时间很快就结束了。OK， 镇定，进来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花妹是最敬业的，对不对？不会让病人等的。潘医师，麻药准备。医生，要麻醉了吗？是啊，待会儿帮你麻醉就可以开始手术了。哇，你抖得那么厉害啊！放轻松，放轻松。你可以哼歌啊，你觉得无聊的话，我蛮喜欢听歌的。最近你都听了什么歌啊？也替我打一针麻针算了。放轻松啊，帮你打麻药。哦。方伟。啊？你站那么远，怎么帮我忙啊？可以站近一点。哦。别怕啊，你可以再近一点。病人只是局部麻醉，很清楚的，就是注意你。OK， 我已经帮你做了局部麻醉哈，待会儿你不会有痛的感觉，放轻松。虽然没感觉，可是还是很紧张哎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手术难度不高，只要分散压力就可以了。开好，伤口复合了以后就没事了。他还没有开过刀，他怎么知道手术难度不高？潘医师是非常有经验的医师，很多很复杂的手术他都开过，他一定会帮你好好处理的。你要放轻松哦。阿妹。啊？别靠这么近，你没插手，要保持距离哦。哦。Peace。来，我这样碰你会不会痛？不会。杰里？不会。会不会？不会。OK， 我们开始动刀了。纱布。下去。水没了。发妹，帮忙倒水。发妹，发妹呢？不在地上，没有昏倒。是不是出去了？你看看。哦。要进去哦。花妹，马家吧。我来了。倒水啊！
出去外面倒哦，我们不是口渴啊。倒掉小部分冲洗瓶口。啊？哦。这是因为怕瓶口不干净，增加感染机会。哦，在手术室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无菌观念，懂不懂？OK， 我来这是。你记得交代啊，1个礼拜消肿之后再缝针。交代阿宝，枕针要抬高，要冰敷，湿纱布盖着。如果渗血多的话，1日最少4次，或者更多。好。我说啊，今天不错，还没昏倒。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个班上男生头一次进手术室，他竟然昏倒，你比他好多了。花妹。我去退床。原来有学医的人也会在开刀房昏倒。谁啊？光潘医师，你不是说你们班有个男同学第一次开刀就在开刀房昏倒啊？怎么可能？至少我们班没有啦。啊！你都被骗了？我是说给花妹听的。你看她的样子，脸色发白，我是担心她进手术室就这样昏倒了。不错啊，你们都表现得很好啊。至少我的护士啊，都是1个人顶几个人用。我知道了，潘医师，你同时做2个减压手术，你好厉害哦！你们都这么厉害了，我当然要更厉害啊！嘘，不要说给花妹听啊。花美，你真是超猛的！经过开刀房这一关啊，你就算是全能的护士喽。对啊，你是我的偶像。没有啦，本来我是有点小紧张的，可是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，不行啊，我是布农族的怎么可以退缩？而且一想到是救人啊，自然就不怕了。然后我就勇敢的冲出去，救援成功！哇，你好棒哦！而且啊，潘医师还说，他们以前医学院有一个学生呐，进开刀房就昏倒嘞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啊，而且还是男的哦。不相信你去问潘医师。真棒哎！现在我们医院的人每一个都可以上第一线，真是没有3两3，谁敢上关3呢？对了，今天潘医师下午有刀吗？哦，没有，他上午看完门诊以后，就跟师兄师姐一起去看那个老阿嬷了。啊？哪一个老阿嬷？就是那个119岁那个呼拉斯啊。呼拉斯怎么了？他从拆线以后就都没有回来医院拿药。潘医师是有托玉佩师姐帮他送药过去几次，可是自己还是不放心，所以就想过去看看。哇，潘医师真的有用不完的体力耶！阿忠说的没错，他是超人。我记得
你本来不是很欣赏潘医师的啊。是他有改好，好不好？我看是你有改吧？是你啦，是他啦，是他啦，是你改啦。胡老师，吴妮娜，胡老师，那个潘医生来看你啦。好厉害哦！小心点哦！哇，你那么厉害啊！啊，可以慢慢的走哎。哦，哇，好棒好棒！好，慢慢，很棒。不错哦，哇，那么久没见，你可以这样子啊，好厉害厉害！如果像你那样子的话，我很开心哎。哦，胡老师，我想你告诉你。厉害哈！对啊，哦，潘医师这边有一些照片，你看看呐。很热闹哈。哇，这是他们的丰年祭啊。布勒斯，都是你啊！这布勒斯在跳丰年祭啊。布拉斯年轻的时候就跟着家人在高山里生活了，后来被日本人赶下山。他们自己种玉米、小米还有花生，日子过得很简单。布拉斯一辈子没有结婚，可是他的子孙辈们都很孝顺，很照顾他，把他接来家里。虽然他们每天要上班上课中午还是会回来替他准备午餐呢。对啊。布勒斯，您今天孙子帮你煮饭啦？对啦，我们不能煮很疼小孩子啦。吃饭的时候都是小朋友先吃，然后才是年轻人，最后才是老人家。所以像胡老师这样子人家先让他吃饭，照顾他胡老师算是很幸福啦。对了，潘医师，胡老师的生活很简单，有人照顾。你看这里的环境又干净，这个就是胡老师长寿的原因啦。哇，听你这么说，我好想搬过来。当然可以，可以吗？胡老师，哇，你个性开朗又坚定所以才会长寿的，我好羡慕哦。杜巴医生啊，那什么那个什么？是吗？杜巴？什么？他问现在谁活最久了？谁活最久？我记得是122岁。乌勒斯，122岁。啥这个是干什么？说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胡老师说他说潘医生你看不起他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。我知道，你是119岁那122岁算什么？很快你就是变成世界上最长寿的人了。还有你现在是台东活得最久的人，是我们台东的传奇对了，一定很开心。当然。当然开心啦。还有我可不可以搬来住啊？可以可以他答应，他点头了，那就来住啊，住几天也可以啊。哇，这沿路的风景很别致哎！你看，种了那么多枫叶树。对啊。潘医生，你可能从香港来，不太知道红叶村。在台湾没有人不知道红叶的呢。红叶村不是只有温泉有名
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还有一个红叶少棒队，对不对？对啦，来这里哦，一定要认识红叶少棒队啦。好。我记得有一年哦，日本的和歌山队啊来台湾友谊赛，哇，和歌山队是什么队伍啊？去过美国比赛，还拿过世界冠军的呢。啊，真的？潘医师你可能不知道，结果我们红叶少棒啊，都是山上长大，吃番薯玉米的，居然还打赢那个吃沙西米还有寿司的日本队呢！哇，好厉害！对啊。你看前面那个路有没有？他们就是从那个上面哦走路下来去打棒球的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从山上哎。对啊。没有穿鞋子哦。这么辛苦。自从那次打赢之后哈，我们台湾的少棒也被大家注意啦。之后就有了金龙少棒、巨人少棒，出去比赛都得冠军的嘞。哇，好佩服他们哦。不过好可惜啊，我那个时候在香港读书，没有机会参与这一段的。哦。不过我知道哈，像台湾的棒球在世界都有很高的水准啊。我听我同事说，像在日本有一个叫做郭元志，是不是？有。啊，还有一个那个球速好快的那个叫一样姓郭啊，郭泰源，是不是？郭泰源哦，有听过，是不是？有听过，有好像有。好了，我今天开始学棒球了。我希望啦，将来我们台湾的选手啊，有机会到有一个棒球的那个最高的殿堂叫大联盟，是不是？那个美国的那个。啊，对，将来到那边去啊，可以站在大联盟那个投手丘。洋基球场是不是？对。哇，如果有一个台湾选手到洋基球场投球，我一定带我太太去那边看。当然一定要去啊！哎，惊喜，不然我们带潘医生哦去那个红叶纪念馆看看啊。好，可是。没关系啦，很近啦，很快啊，就在前面，你那边转弯。好啊。去看一下啦。小时候啊，看我们邻居的男生哦，用这个竹子打棒球哦。啊，用竹子打棒球？对啊。对啊，都是用那个竹子啊，因为比较困难呐，没有钱买棒子，就用那个来挥了。你看这个轮胎都倍数包起来了。以前的孩子练习打击哦，就是打这个啦。啊，用这个来打击？哇，这么困难啊！它会不会痛啊？都快40年了。40年了？哦，好厉害哦！即使条件有限哈，还是可以发展出无限的可能。准备不错哦，是不是比之前好多了？来，OK， 好，这边。来，你等我一下哈。来，潘医师，谢谢了。小心哈。
好，谢谢了。来，帮我绑安全带哈。好，来。好，谢谢了。还有谢谢。贝贝，听音乐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长到这个年纪，没有听过说要去医院开刀，好在那个医师要开车去接我去。贝贝，别客气啊，我也是到玉里分院支援门诊，回来的路上顺便载你到关山开刀，一举两得嘛。所以这个小地方才有这个人情味。是啊，在城市里做医生，医生只要待在医院里，别人就会自动去找他。可是这里不一样啊！你看台东这么大，人又少，我们做医生的必须走出去，走动，了解你们的环境，而且要知道你们的生活习惯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提高我们的服务品质啊，是不是？辛苦了。哪里啊？贝贝，冷气够不够冷啊？啊，够冷，很舒服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让我摸摸看哈，哇，好多了，没有这么硬了哈。医生叔叔，我要玩那个。哎，不可以，那是医生叔叔看病的工具，哎，不是玩具。没关系，让他听听看。来，听到什么声音啊？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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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接力是什么声音？嘣嘣嘣，是不是很好玩？你现在回去啊，多吃水果，还有啊，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，这就可以了。知道。我长大要当医生。哦，当医生哦，那可是件不简单的事情哦。半夜3点还要守在这里，你做得到吗？我不爱睡觉，我最讨厌大人叫我去睡觉。你要做医生啊？好啊，我们这里啊最缺的是医生，要努力啊！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，好不好？好。来打勾勾，打勾勾。哎，好了，回去了。好啊，东西还给医生叔叔啦。要拿了吧？哎，有拿了。拜拜。一起走。啊，一起走，跟你一起回家。你要跟医生叔叔说什么？医生拜拜。来，医生谢谢。以后啊，大号啊就在家大就好了，不要专程来这里大，还要花好几百块呢。好了，回家了。来，回家。如果你有小孩的话，一定会特别宠小孩哦。不会哦，我会要求他非常努力。真的吗？我的理论是，你算算看吧，前18年好好的努力，后80年日子轻轻松松的。你别忘了，8岁前什么也搞不懂了，等于只努力了10年哦，结果你就换来80年的好日子。哎，投资报酬率太高了吧？可是你那么努力，现在也没有比较轻松啊。半夜3点还守在这里。忘了，我是属牛的，习惯了做牛做马了。哇，我们捡到了耶！今天只有1床病人，捡到一个平安夜。拍萨，那你先回家睡觉好了，有事我再 call 你。不要了，今天有空，我想跟你学布农语哦。其实现在闽南语、客家语我都可以说几句，就是布农语听不懂也说不出来。好啊，那你想学什么？
你好。乌尼娜。乌尼娜。嗯。乌尼娜。OK， 那哪里不舒服？伊塞苏马拉哈巴。伊塞苏马拉哈巴。拉哈巴。嗯。拉哈巴。伊塞苏马拉哈巴。伊塞苏马拉哈巴。潘医师，你知道吗？你刚进来的时候，让人好有距离感哦。是吗？那时候你拽拽的，我还以为你挑病人，我以为身上脏脏的、喝醉酒的，还有我的族人，你都不想看。潘医师，潘医师，先帮他清理伤口啊。我要照相哦，我的眼睛很大又很漂亮哦。哎，你们都敢来了，医生，你现在啥都你的就不能。哎，你嘿，哎，来，哎呦，拜托你正经一点好不好嘛？不想看。我不想看。是我弄错了啦。如果你真的不想看，就不会上山去做居家照护，现在也不会想学布农语了。或许啦，我刚来这个地方就有些不习惯了，所以或许有些地方我做的不好。潘医师，你来到这里不觉得受限吗？受限？这个小地方啊。不错的问题。等我想好了再回答你。我又忘了。你苏沙马拉哈巴，伊苏，伊塞苏马拉哈巴。伊塞苏马拉哈巴。所以说呢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你会我不会啊？可见我没有这么大，杰力也没有这么小，是不是？伊塞苏马拉哈巴，伊塞苏马拉哈巴。潘医师，我要到楼下吃饭，要不要帮你带一份？不用了，我回家吃。黄老师不是还没回来吗？我吃的很简单啊，剩下的饭菜弄一弄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黄老师回娘家，潘医师一个人在这边无亲无故的，蛮孤单的嘞。是啊，潘医师跟黄老师哦，真是相依为命。对呀。我家在高雄，我又没有男朋友，想找个相依为命的对象。我就跟你相依为命啦。贝贝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啊，我这条老命就靠你了。不用客气啦。不好意思呢，我又把床罩弄湿了。没有关系，我马上帮你换哈。来，我先扶你回房间去哈。啊，你儿子今天没有来陪你哦？啊，还没来。啊，你今天晚饭有没有吃完啊？好的就好。跟你说哦，这种事情你就按铃找我就好了。这个床旁边有一个铃啊，按下去我就知道了，不用自己跑出来哈。来，小
菜浇好了，再等一下。你会过2天才回来吗？学生要月考啦，我还是回来帮他们复习，心里比较踏实。他们有代课老师啊。是啊，他们有代课老师，你没有代课老婆啊。